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最近总有朋友问我一些和星舰在军事上的应用相关的话题，更有朋友问我，星舰既然已经出来了，那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星舰的出现会不会导致星球大战计划的复活。星球大战计划正式的名称是战略防卫先制，简称呢是 SDI， 是美国在1980年代开始的一个军事战略计划。它的目标是在地面和太空建立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使敌人的核弹在落到目标之前就遭到摧毁。1983年3月23号，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进行了一次电视演讲，演讲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将会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在外层空间的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阻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这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它的主要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层空间部署侦察系统和像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电磁动能武器等高能定向武器和常规打击武器，对敌方战略导弹来袭的各个阶段进行多层次的拦截，从而达到保护美国本土和盟国的战略核力量的目的。后来，美国的许多盟国，包括英国、西德、意大利、以色列和日本等，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项计划。美国之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设想，一般认为是当时正处于冷战的后期，此时苏联被认为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核攻击能力。美国担心核平衡被打破，就想建立有效的反导弹系统，从而保证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可靠的威慑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不久，美国就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修正，将计划的目标变更为保障美国在受到少量的核武器攻击的时候的领土安全。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星球大战计划的目标已经从原来的保证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可靠的威慑能力，变成了保卫领土的安全，从保威慑变成了保人民。这和某位将军牺牲西安以东500座大中城市的战略设想是不是很不一样？ How dare you！ 试想一下，假如在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了夏威夷或者是阿拉斯加，美国如果有哪位将军胆敢说出牺牲堪萨斯州以西500座城镇也要夺回夏威夷或者是阿拉斯加的话，那这位将军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90年代中期，美国宣布终止星球大战计划，和计划相关的资源也被缩编改组。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大量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的涉密文件被解密。有人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前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但五角大楼声称，计划之所以没有实施，是因为存在着技术缺陷，而非外界所说的骗局。不过，不论星球大战计划是否是一场骗局，它的成果却依然在发挥着作用。比如1997年，美国空军实验研究室和 NASA 就用10千瓦的二氧化碳激光器，把直径 15.3 厘米、质量是42克的铝制模型，在3秒内推升到了22米的高度。这次实验所使用的激光发射器就源于星球大战计划里所使用的设备。关于这个实验，我在我以前的节目里有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屏幕上显示的视频封面去查看一下。此外，美国现役的洲际弹道导弹预警和拦截系统的很多设计思路也仍然是基于星球大战计划的成果。更好玩的就是前苏联了。前苏联的高层在得知了美国的庞大计划之后感到非常恐慌，因为他们虽然不知道美国人办不办得到，但很清楚自己一定办不到。对此，他们一方面快速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使军费在短期内快速的远远的超过了美国。这点从屏幕上两国核弹头数量的对比就可见一斑。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前，他们的核弹头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万枚。可笑的是，这么多的核弹头也没能阻止前苏联碎成一地。
当然，这是后话了。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自身的国力难以加码新一轮的太空军备竞赛，前苏联开始尝试和美国进行现武谈判，以谋求缓和局势。笼罩在世界面前的核乌云似乎就飘远了一点。如果星球大战真的是一场骗局，那对世界和平而言，这场骗局无疑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在星球大战计划提出1年之后，美国成立了战略防御计划组织 SDIO， 并由曾经担任 NASA 航天飞机设计总监的詹姆斯·亚布拉罕森将军担任首任局长，以统筹整个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被终止之后， SDIO 被改组成为弹道导弹防御组织 BMDO， 之后又在2002年被再次改组为导弹防御局 MDA。 星球大战计划主要是由侦察系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系统3部分组成。让我们来看看屏幕上这张80年代的星球大战作战设想图吧。美国首先通过部署在地面、海上以及太空的侦察系统，探测敌人可能发射导弹的企图，随后将这些信息发往指控中心，由指控中心部署后续的拦截工作。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至少包括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天基反导卫星组成，天基反导卫星用常规弹头或定向能武器攻击正处在发射和穿越大气层阶段的战略导弹，这通常也被称为上升段拦截。第二道防线由陆基舰载激光武器、天基定向武器、电磁动能武器组成，他们负责对从穿出大气层到再入大气层前在太空中飞行的核弹头实施攻击，这通常也被称为中段拦截。最后是第3道防线，这道防线用反弹道导弹、动能武器、粒子束武器等摧毁重返大气层之后的漏网之鱼，通常这也被称为末段拦截。通过上述的3段布防，就可以确保对来袭导弹有极高的毁伤率。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里，闪亮登场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就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一个产物。爱国者在战争中除了担任对伊拉克飞机的拦截任务之外，还担任起对射向沙特和以色列等地的飞毛腿导弹的拦截。在战争里，双方对爱国者导弹在战争中的战果的宣传是大相径庭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宣称，爱国者拦截了超过 90% 的飞毛腿导弹，而伊拉克方面则声称，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成功率不超过 10%。不过，中国方面在战后的新闻报道里表现的就更有水平了。大家请看屏幕，网易的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不到 9% 的拦截率。如果你觉得前面的描述就已经很可怕了，那我要告诉你，事情还没有完。在爆发核战争的时候，美军还会利用反卫星武器摧毁敌方的军用卫星，打击削弱敌方的监视、预警、通讯和导航能力。所以星球大战计划是集侦察、决策、打击一体的复杂作战系统。它所需要的技术除了火箭的发射技术外，还需要卫星平台技术、侦察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拦截弹技术、激光武器技术、电磁武器技术等等，非常庞杂。在星球大战计划终止之后，美国提出了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及相关盟国免遭导弹威胁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保护美国本土免遭导弹袭击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17年在韩国部署的 THAAD 萨德就属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那件事的风波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中韩关系。现在侦察技术、定位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拦截弹技术、电磁武器技术、激光武器技术，相比于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在侦察技术方面，美国的侦察卫星提供的民用照片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分米级，军用照片的分辨率只能更高。在定位技术方面， GPS 强大的能力我就不用多说了，只强调一点，
不要以为 GPS 只有24颗卫星，所以就很容易摧毁。要知道，到了战时， GPS 卫星的数量很可能会变成240颗，甚至是2400颗。倒是像格罗纳斯那样的俄版 GPS 卫星，估计真的打起仗来的时候，就一颗也不剩了。通信和网络技术也不用多说，现在的星链就已经让人感到够恐怖的了，以后只能是更加。拦截弹技术，美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多次陆基和海基发射的拦截弹的拦截实验。天基拦截弹技术似乎已经被放弃，取代它的可能是更先进的天基激光武器。这么看来，目前依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的，只有激光武器和电磁武器这2项技术。虽然用天基激光武器摧毁导弹弹头的实验还没有完全成功，那其实是因为天基激光武器的功率受限所决定的。想用激光摧毁来袭导弹的弹头，需要的激光发射器的功率大概得是兆瓦级的，但想在航天器上布置这么大的电源，目前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曾经使用陆基和机载的激光武器摧毁了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因此，如果美国愿意，激光武器已经能够部分地用在它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里了。至于电磁武器，天基电磁武器的难点同样是在供电上，海基和陆基电磁武器则已经接近了实用化。现在如果想重启星球大战计划，缺的还真就是火箭的发射技术和卫星的平台技术了。但是 SpaceX 让这些短板成为了过去。其实即使是以猎鹰9号火箭现在的发射能力和运载能力，就已经完全足够应付星球大战计划所需的数量庞大的侦察卫星和天基武器的发射需求了。将来当星舰取得成功，以及多个星舰发射场建成之后，以星舰的运载能力，想实现这些目标就会更加容易。上世纪80年代，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是 27.5 吨，单次发射成本按现在的币值来算是6亿到16亿美元。我们哪怕是以猎鹰9号的运载能力和发射成本来和航天飞机做比较，航天飞机的单位质量的发射成本也是猎鹰9号的7倍以上。如果换成运载能力更强、重复使用次数更多的星舰，单位质量的发射成本可能只有航天飞机的1/20，甚至是1/50。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想建立一个数量庞大的预警卫星和天基武器网络，其实现的难度比起80年代来要容易多少。更何况在80年代，航天飞机的发射频率也就是1年2到3次。去年猎鹰9号系列火箭就进行了96次发射， SpaceX 今年的目标是要进行144次猎鹰9号系列火箭的发射，未来每年的发射次数还会更多。这就是在火箭发射技术方面的现状。在卫星平台方面， SpaceX 以生产线的方式生产出来的 Starlink 2.0 卫星平台，会像 Oscos 的 M983 底盘成为美军通用重卡一样，成为通用化的卫星平台。它数以万计的产量一定会使得 Starlink 2.0 卫星平台拥有极低的价格和极高的可靠性，更何况卫星平台的生产速度也必将十分惊人。大家还记得库尔斯克战役吗？苏军的 T-34 坦克虽然在性能上不及德军的虎式和豹式等坦克，但是依靠其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和强大的生产以及维修能力，苏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最终却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而 Starlink 2.0 卫星平台的性能却是能够碾压其他任何卫星平台的。优异的性能、强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快速的发射能力，就让我想起二战末期美国的100多艘护航航空母舰。这个数量就是让处于全盛时期的日本海军来炸也是炸不完的，而美国一周就能造一艘这样的护航航空母舰。在这些条件都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想重新启动星球大战计划，剩下的就是看有没有这样的契机或者说借口了。我觉得像俄罗斯这样整天把核威胁放在嘴边上，或者用暗示的方式威胁可能会核扩散，倒是美国的政客们很好的重启星球大战计划的借口。
要是还有哪些国家不开眼，想跟着掺和，那重启计划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只不过它不会以80年代那样的面目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罢了。就像虽然都不承认，但冷战 2.0 其实已经来临了。如果说80年代美国提出星球大战是半真半假，而这半真半假就把前苏联给玩散架了，这次如果美国再玩星球大战，至少是7分真3分假，这7分真就能把敌人打得难以还手，而那3分假能不能再玩散架几个就不好说了。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发展，那对马斯克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定会大大的增加他的星盾的市场。您说呢？欢迎您给我留言，谈谈您的想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